你变得不想说话，也不想跟人交往，多半意味着这3点。大家好，修行长生，真灵我身，欢迎来到真灵时间。今天为大家介绍，一直以来，很多人都认为人与人的交流是通过说话，而且说话交流是一个人必备的技能。事实上，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首先学会的交流方式不是说话，而是肢体语言，而且说话交流的方式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的，毕竟会有一些人天生就缺乏这样的技能。由于普遍存在这样的误解，很多人对那些不爱说话、性格比较安静的人带有偏见，给这些人带上不合群、孤僻的标签。这样的误解让很多人对自我产生了怀疑，对自己的人生感到迷茫。但慢慢的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自己并不是别人所认为的那样。曾经就有一位女读者跟我说过她的经历。有一次，她听到有人议论她，说她不合群，性格孤僻。她不理解，于是找到对方私下沟通，希望化解误会。对方直言他总说有事情要忙，不参与他们的活动，平时也不跟他们聊八卦。他这才醒悟过来，跟对方解释自己是因为要考试，要抓紧时间去看书备考，至于聊八卦，他只是没兴趣而已。不料对方听了，不仅未能接受他的解释，反而对他误解更深了，认为他故作姿态，看不起他们。至此，他终于明白，不是自己不合群、孤僻，而是道不同不相为谋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能有多深，除了看利益，更要看三观。正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三观不合的人，连最基本的相互尊重都难以做到。说话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，其实不爱说话也是一个人正常的生理反应。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，人对外界事物的感受和体验会有所不同。年轻的时候，思想比较单纯，性格也多半直接、冲动，对很多事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这体现的就是一个人的本能。但是随着年纪、阅历和知识的增长，人的思想会变得有深度，会更倾向于修炼自己的内心，用心去感悟人生。慢慢的就会发现，有很多事情不必说出来，因为说出来不仅没有积极的作用，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。还有很多事情去做比去说更实际，更有意义。其实有时候说的越多，错的就越多，并不是说爱说话就是一件好事。同样的，并不是爱跟人交往就是一件好事，而不爱跟人交往就是一件坏事。有些人认为人脉广，人生就多一种可能性，也说明自己能力强。其实一个人有没有本事，是否能力强，主要取决于个人的才华和识人的能力。有些人认识了，可以让我们的人生走得更顺利，但有些人认识了，只会蹉跎我们的时间，甚至会对我们带来不良的影响。而不爱跟人交往的人，只是懂得了只有自身强大、优秀，才能吸引同频的人，给自己带来正面的作用。在他人眼中的不爱跟人交往，其实是一个人在专心提升自己。所以，如果有一天你变得不想说话，也不想跟人交往，别急，时间会为你证明。你变得不想说话，也不想跟人交往，多半意味着这3点：一、生活充实，目标明确。不说话
不与人交往的人，往往会跟那些热衷社交和说话的人形成巨大的反差，而人们往往觉得后者更平易近人，所以对后者的评价往往要比前者好。但事实上，热衷社交和说话也反映了一点，就是生活无聊，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，只有参与到集体生活中，与人交谈，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存在感。这样的人往往害怕独处，一旦独处，就会很容易产生焦虑的情绪，陷入徘徊中，甚至怀疑自己是否不正常。他们以自己能够融入集体为荣，当看到有人不爱说话，也不想跟人交往，就会看不起他人，对他人恶意揣测。其实这是一种妒忌心理作祟，妒忌对方能够享受独处。其实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，往往是因为内心空虚，精神贫瘠，没有人生目标所致。而当一个人生活充实，目标明确的时候，就会将时间和精力花在自己的事情上面，不会有多余的时间去热衷社交和夸夸其谈。不想说话，不是内向，也不是不善于交流，不想与人交往，也不是看不起他人，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忙，更喜欢脚踏实地去干实事。他们明白，只有生活充实，目标明确，人生才会越过越好。所谓的人脉和社交，在利益面前，往往不值一提。把握时间，让自己变得更好，才是最值得投入的事情。2. 对人生和人性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。年轻的时候，人的思想往往比较单纯，一旦遇到对自己好一点的人，就很容易感动，对对方产生莫名的信任，什么都跟人说，以为自己这是真诚。然而，这样的行为不仅容易得罪人，也会给自己带来风险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，无论是什么样的关系，都要有分寸感。有些话是不能说的，你觉得你只是有一句说一句，但听的人却会联想出许多旁的东西来。再亲密的关系，也难以真正的感同身受。即使对方知道你是为他好，但接受不了就是接受不了，一点也不妨碍彼此之间产生隔阂。面对误解，你以为说了就有用，殊不知，他人之所以误会你，不是因为你不说，而是不愿意去换位思考。面对污蔑，你以为解释了就能洗清自己，殊不知是他人故意而为之。这个时候，你的话是苍白无力的，你说的越多，越是想要跟他人交心，对方就越是肆无忌惮地伤你。要知道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，说话只是一种表现形式，真正的沟通渠道是心，是将心比心。当一个人对人生和人性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，就会变得不想说话，也不想跟人交往。但若是遇见能够与自己将心比心的人，就会倍加珍惜。3. 有了底气，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。有些人跟人交往，在人前夸夸其谈，只是为了工作，为了谋生。曾经就有读者跟我说，他并不想跟人称兄道弟，也不想总去吃喝玩乐，都是为了维持人脉关系，稳住自己的工作。有人说，社会就是人情世故，当一个人底气不足的时候，在人前就没有了做自己的勇气，只能随波逐流。无论是热衷于社交，还是夸夸其谈，都是为了生活，跟性格无关。但是有能力、有才华的人，
往往有底气做真实的自己。你觉得他人是不善言辞，其实对方是觉得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在这种无效社交上。若想获得想要的东西，他们会用自己的才能去征服对方，让对方心甘情愿地给予帮助和便利，跟靠所谓的人脉关系换来的利益。他们更倾向于用自己的能力获取。其实，现实生活中，如果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又怎么会极力去参与各种人际关系，在人前说尽好话呢？不过是为了生活，强行刷存在感罢了。如果你变得不想说话，也不想跟人交往，说明你已经有底气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，敢于面对真实的自己了。结语：有些人因为不想说话，也不想与人交往，被他人误会的时候，会急着想要向他人解释，以此来证明自己并不是对方所说的那样。其实不用急，你并没有错，只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，对事物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。尽管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免不了要与各色各样的人打交道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深交，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将心比心。人都是自私的，都习惯了从自己的角度去判断一个人的言行，根本不会顾及他人的感受。若是为了迎合他人，想要活成他人心目中的那个你，那只会失去原本的你。一个人连自己都不是了，又如何过好自己的人生呢？当一个人敢于做自己，才能够守住自己的初衷，成为更好的自己，而那些误解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归于寂静。感谢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